这是我测试过体积最小的13代酷睿迷你主机，只有 0.5 升的体积和 0.5 公斤的重量，又小又轻。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置了英特尔13代移动标压 CPU i7-13620H 的高性能小主机 MaxHub 领效 MI21。117×117×42，只有 0.5 升的体积。要知道，它可是装置了 i7 移动标压 CPU 啊！以前我们测试过的13代标压移动 CPU 13900H、13700H、13500H 没有这么小的，就是低压的 1360P 之类也比它大不少。好像只有小米迷你主机能和它比一下。这个外形设计大家喜欢吗？MaxHub 领效 MI21， 它装置了英特尔 i7-13620H CPU， 10核16线程，64 EU 的英特尔 UHD 核显，双通道 DDR4 内存3200兆赫兹，双 M.2 PCIe 3.0x4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6。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块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小主机铝合金机身，不沾指纹的镜面顶盖，上面有品牌英文 logo， 非常漂亮。机身接口前面板双 USB 3.0A 口 Type-C 数据和显示接口 5Gbps 电源开关键，后面板双 USB 2.0 接口 2.5G 网络接口，双 HDMI 2.0 接口 Type-C 数据和显示接口 10Gbps 耳麦口 19伏电源接口，双侧底部后面都有通风口。取下4颗脚垫，卸下4颗螺丝，轻轻掰开底盖，下面还有一个支撑保护罩，再卸下保护罩上的4颗螺丝，取下保护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接口：双通道 DDR4 3200兆赫兹内存插槽，双 M.2 PCIe 3.0x4 的 NVMe 接口，英特尔 AX200 WiFi 6无线网卡。BIOS 里可以看到已装置 16G DDR4 3200兆赫兹内存，没有性能释放选项。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3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120秒后下滑稳定在35瓦，整机功耗下滑稳定在52瓦， CPU 频率降低到平均 2.8 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24分钟， MI21 的 13620H 功耗一直保持35瓦，室温24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87度， SSD 温度最高38度，真不高。我们用 MaxHub MI21 迷你主机的 i7-13620H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6分26秒，共计986秒，比我们测试过的 i7-1370H 和 1360P 都高，也比 i5-1350H 高。CPU-Z 多线程5896，单线程678.4，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大多数12代 CPU， 低于 1370H、1360P、1350H。 Geekbench 5多核9557，单核1636，低于 1370H 和 1360P， 高于 1350H， 甚至比 6900HX 还靠了一点点。Geekbench 6多核10664，单核2272，低于 1370H 和 6900HX， 高于 1360P 和 1350H。 Cinebench 223多核12136，单核1603，多核成绩低于 1370H 和 1360P， 也低于 6900HX。 Cinebench 2024多核626，单核96，低于 1370H 和 690HX。 Passmark 多线程23713，
单线程3406，低于 13700H 和 1360P， 比 13500H 只差了一点点。综合来看，35瓦性能发挥的 13620H 低于同是 i7 的 13700H 和 1360P， 接近 i5 13500H。 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005548， CPU 得分521412。我们给 i7 13620H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766,096， XX20 413,081， CoreMark 319,095。 在 CoreMark 成绩上，它和 i5 13500H 是差不多的。接着我们来玩游戏，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120帧左右。原神 1080P 中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大概40多帧，这就是64 EU 的 UHD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显示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 Type-C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Type-C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Hz 的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显示输出 4K 60Hz 8位 RGB 信号。我们来看看英特尔 UHD 核显的强项，视频解码，它最高能音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 CPU 占用率只有 2%。 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照样流畅播放。 NVMe 硬盘测试3300兆比每秒， PCIe 3.0 X4 的水平。后置 Type-C 接口存储性能测试1000兆比每秒。 WiFi 测试，这次是 Intel X200 WiFi 6无线网卡，跑上了82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一类。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v3 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MaxHub 领效 MI21 迷你主机，装置了13代酷睿 i7 CPU 13620H， 35瓦的性能释放。在 Windows 下的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CPU 最高功耗没有超过80瓦，待机最高功耗只有 13.5 瓦，120瓦的 DC 电源轻松搞定。室温24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5度， SSD 待机温度31度，都很低。这台小主机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50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38分贝，算很安静了。MaxHub MI21 迷你电脑，装置 i7 13620H 英特尔 CPU， 出厂35瓦的性能释放，性能大概率接近 13500H， 单烤 FPU 最高温度87度，满载二边噪音38分贝，散热和静音都算优秀。机身小巧，做工精致，镜面顶盖不沾指纹，造型是相当的漂亮。机身上有4个 4K 显示输出接口，接口算不错的。缺点吗？我觉得2个 Type-C 接口都不能接入 PD 电源，虽然能输出 DP 显示信号，但不是全功能 Type-C 接口，还是有点遗憾。总结一下，出厂35瓦性能释放一般，接近了 i5 13500H， 散热静音优秀，有4组显示输出，接口兼容性强，极小的13代酷睿移动标压式小主机，做工精致漂亮，是办公和家庭 HPC 的首选利器。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